家人们好呀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哈。欢迎大伙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宝子们订阅。要是故事精彩，也可以打赏，请丽姐喝喝茶呀。今儿给大家讲个我听了都忍不住想原地发飙的相亲故事。这事儿啊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主角是一位35岁的大龄女士小王。记得那天她来找我，穿的一身名牌，妆容精致，一看就是事业有成的大女主范儿。丽姐，我想找个条件合适的对象。小王开门见山地说。我笑着问，那你觉得啥样的条件算合适呢？没想到他直接掏出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要求。首先，对方年龄不能超过37岁，身高至少175，得是本地人，有房有车，月收入税后2万以上，学历必须是重点大学本科及以上。我听着这一串要求，说实话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干这行这么多年，我太清楚现在婚恋市场啥情况了。小王啊，你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具体啦？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优质男士大多都成家了，我委婉地提醒他。丽姐，我这些要求很过分吗？我自己也是重点大学毕业，年收入30万以上，有房有车，找个门当户对的不过分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那彩礼方面你咋考虑的？彩礼？我这年纪还要彩礼，那不是显得我特俗气吗？而且我经济条件也不差，不需要彩礼。小王回答的那叫一个干脆。听到这儿我还挺意外，不过转念一想，这或许是好事，至少在这方面没啥纠结的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我意识到问题远没这么简单。我按照小王的要求，给他安排了好几个条件不错的男士，但每次见面聊天的过程都让我哭笑不得。记得第一次给他介绍了一位37岁的投资经理老李，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，就比他要求的年龄大了几个月。结果他一听对方年龄，当场就不满意了。丽姐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超过37岁就不考虑的。我还想解释说人家条件真的好，结果他直接打断我，条件再好也不行，我怕以后带孩子太累。再说了，我自己保养得这么好，看着就像28、29的，找个快40的多不合适。这种情况接连发生了好几次，有嫌弃对方公司不够大的，有嫌弃对方不够帅的，甚至有一次，就因为对方西装不是他认识的品牌，直接就给否了。每次我想跟他讲道理，他都会搬出同样的说辞。丽姐，我条件这么好，为啥要委屈自己呢？说实话，我真是为他操碎了心。这年头找对象就跟买房子似的，哪有100%完美的呀？何况他都35岁了，再这么挑剔下去，黄花菜都凉透了。但是最让我崩溃的还得是上个月那次相亲。上个月那次相亲可真是让我印象深刻。给小王介绍的是一位36岁的张先生，在知名企业做技术总监，年薪40多万，有房有车，人品也不错，关键还长得挺帅气，我觉得特合适。一开始我给小王看照片的时候，他难得露出满意的表情，这个看着还不错，约在哪儿见面？我赶紧安排他们在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见面，我也跟着去了。谁知道这次见面会，尴尬的我脚趾都能抠出3室一厅了。张先生提前到了，特别绅士地帮我们拉开椅子。刚坐下没多久，小王就开启了他的审问模式。你说你是技术总监，具体负责啥项目？团队有多少人？年终奖大概多少？小王一连串问题抛出来，那语气就跟面试求职者似的。张先生倒是挺有耐心，都回答了，还谈到他们公司最近在做的一些创新项目。正当我觉得气氛还不错的时候，小王突然话锋一转，那你现在住哪儿？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父母的？多大面积？装修花了多少钱？我在旁边都听不下去了，正想打圆场。张先生还是很温和地回答说，他有一套120平的房子，是自己买的，就一套啊。小王的语气明显透着失望，我觉得现在置业得有远见，至少得有2套房子才能保值增值。而且万一以后有孩子，一套房子哪够住啊？这话一出，我就看到张先生脸色变了。他放下咖啡杯，很认真地说，小王，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三观和感情契合。物质基础固然重要，但不是全部。我觉得你太看重物质条件了。没想到小王立马就不高兴了。这年头感情能当饭吃吗？
我条件这么优秀，找个门当户对的不是挺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我都主动说不要彩礼了，这已经很大方了，好吧？张先生听到这儿，终于忍不住了。小王，我觉得你这话有问题。首先，不要彩礼又不是你的施舍，这本来就是双方自愿的事儿。其次，你把不要彩礼当成自己的加分项，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？你啥意思？小王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。我条件这么好还不要彩礼，你居然说我把自己当回事儿？眼瞅着场面就要失控，我赶紧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先冷静一下。但张先生已经站起来了。抱歉，丽姐，我觉得没必要继续了。我能理解小王想找个条件好的对象，可他把婚姻当交易的这种态度，我接受不了。而且35岁还这么挑剔，不是因为优秀，而是太自我了。说完，他礼貌的道别就走了。小王气得脸都红了，瞪着我说：“丽姐，你咋给我介绍这种直男癌啊？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女性。”我真是哭笑不得。小王啊，你觉得他说的话真错了吗？婚姻又不是买卖。行了，丽姐，你别说了，我改天再来找你。说完，小王也摔门走了。看着他俩离开的背影，我叹了口气。这些年这种情况见得多了，但还是觉得挺可惜。说实话，那天晚上我回家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作为一名婚恋顾问，我深深感受到现在社会大龄单身群体的困境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接到小王的电话：“丽姐，我想通了。”他语气听起来有点低落，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分了？我赶紧安慰他，能意识到问题就是好事，来婚介所坐坐。半小时后，小王出现在我面前，没了第一次见面时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。他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坐在我对面。其实昨天回去后，我一直在想张先生说的话。小王低着头说：“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还凶了她一顿。”咋啦？我递给她一包纸巾。我妈说她碰到邻居李阿姨，说起她女儿，比我大2岁，前年嫁给一个开小超市的，现在孩子都会跑了。我妈说人家日子过得挺好。小王抹了抹眼泪，我就火了，说我这么优秀，咋能跟开小超市的比？但说完我就后悔了。我看着他，后悔啥？我想起我爸。我爸当年就是个小职员，我妈是医生。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我妈因为收入的事儿瞧不起我爸。说到这儿，小王哭了出来。我这些年是不是太势利了？我轻轻拍着他肩膀，知道错了就好。其实啊，找对象可不是在挑商品，而是在找人生伙伴。这时候我手机响了，是一条很长的微信，来自上个月给小王介绍过的另一位男士，王工程师。丽姐，我想再见见小王。虽说上次他说我工作不够上进，公司不够大，但我觉得她其实是个挺有想法的女孩。我想再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。我把手机递给小王看。看完消息，他愣住了。就是那次我说他在小公司没发展前途的那位。小王有点不好意思。其实后来我偷偷去查了他们公司，发现是做芯片研发的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挺有潜力。我笑了，要不要见见？小王犹豫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我又安排了他俩见面。这一次，小王收起了那些苛刻条件，认真听王工程师讲他的工作，他的理想。2个小时的见面，气氛那叫一个其乐融融。临走时，王工程师说要送小王回家。我看着他俩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心里终于松了口气。这些年做红娘，见过太多像小王这样的大龄女性。她们优秀独立，可在择偶观念上往往存在一些误区。她们总觉得自己努力这么多年，事业有成，就该找个条件更好的对象，却忘了婚姻可不是一场交易，而是2个人一起成长的过程。那些看似完美的条件清单，说不定反而会阻碍真正的缘分。大伙还记得我之前说的“不结婚老了会很惨”这句话不？其实这真不是在危言耸听，而是我这些年见过太多真实案例。我知道现在好多人不认可这种说法，觉得女性独立自主，不结婚也能活得精彩。但我想讲个真实故事，是关于我的一位老客户。他比小王大10岁，现在45岁了，当年条件比小王还好。他总说：“丽姐，我觉得找不到合适的，但这也挺好。”10年过去了，前几天他来找我喝茶，说出的话让我心疼。丽姐，我后悔了。
前段时间我妈住院，我忙得焦头烂额，只能请护工。看着同病房其他病人都有家人轮流照顾，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是一个人。这让我想起小王和王工程师的事儿。他俩后来处得挺好，王工程师的公司果然像小王说的那样有潜力，现在都拿到 A 轮融资了。但让我感动的是，小王从来没在朋友面前炫耀过。有一次我问他为啥，他说遇到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，比遇到一个条件好的人重要多了。现在想想，要是当初我还那么势利，就错过他了。前几天，他俩来我这儿商量婚期，我听到王工程师跟小王说，虽然我创业挺辛苦，可能暂时给不了你太好的物质生活，但我会一直努力。小王却说，我现在特感谢你当初没因为我势利就放弃我，咱们一起努力，一起进步就行。听到这儿，我真的特欣慰。所以今天我想对所有像小王这样的大龄单身女性说几句心里话。第一，年龄不是事儿，心态才是关键。别因为年龄大了就着急，反而得保持一颗平和的心。第二，别把不要彩礼当成自己的筹码。真正懂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你多了不起。第三，条件清单可以有，但别太死板，人无完人，过分挑剔只会给自己设障碍。第四，在婚恋市场上，你的条件是加分项，但不是决定项。真诚、包容、理解才是维系感情的关键。最后我想说，别因为自己优秀就瞧不上别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关键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发现。现在小王和王工程师已经订婚了，婚期定在明年春天。小王说要请我当证婚人，这大概就是对我这个红娘最好的肯定啦。这些年我见证了太多姻缘，也看到了太多遗憾，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希望那些还在找另一半的人能保持一颗平常心，遇见对的人。感谢大伙儿一直看到最后。要是你觉得这个故事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转发，也欢迎大家在